中共在南海越来越嚣张。13号，在有争议的黄岩岛海域挑衅美国军舰。同一天，官媒新华社推出第22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访谈节目，主题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些都让中共对海洋的贪婪露出了尾巴，再也隐藏不了了。也许是带着一丝占据优势的小得意，习近平向川普总统发出了访华邀请，但目前川普还没有接受。中共在南海称王称霸，一个不留神就丢了大丑，自家的海警船撞上了自家的军舰，成为了国际笑话。政治嗅觉一向敏锐的李嘉诚，现在正迅速清空大陆的资产，危险真的就要来了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月音。中共军方8月13号称，已对一艘驶进有争议的南海黄岩岛海域的美国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并驱离。中共南部战区海军新闻发言人何铁成海军大校说，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8月13号进入了中国黄岩岛领海，指责美军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希金斯号隶属驻日本横须贺的美国第7舰队。该舰队发言人萨拉·梅里尔对 CNBC 表示，希金斯号是在依照国际法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中共关于这次行动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中共说什么都不会阻止我们。美国经常在南海开展自由航行行动，确保国际贸易通道的畅通无阻。黄岩岛海域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上贸易通过。就在中共海军在南海耀武扬威的当天，中共官媒新华社推出了第22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邀请中共体制内专家们探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官媒不失时机吹捧习近平，宣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这明显是向世界露出了扩张的凶相，与中共海军海警在南海的喊打喊杀行为相呼应。中共在释放向海洋扩张的信号之际，对美国展开了晶片讹诈行动。彭博社8月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工信部近日约谈了腾讯、字节跳动等多家网际网络企业，询问他们采购辉达 H20 晶圆的原因，声称这款晶片有信息安全风险，强调国有企业或私营公司在与政府或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中，不得使用辉达这款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H20 晶圆。难道中共在晶片上不再担心被卡脖子了吗？其实中共玩的是一种障眼法，是想反将川普一军。你不要以为放松辉达 H20 是一种恩惠，我们还嫌它不先进不安全呢。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未来可能的川习会上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谈判筹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2号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库德洛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向川普总统发出了会晤邀请。贝森特指出，还没有具体日期，总统还没有接受。在此前一天，中美两国将关税休战协议延长90天。贝森特认为，美国在谈判中的优势显而易见。川普本月稍早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说，美国和中国即将达成贸易协议，如果达成协议，他将在今年年底前与习近平会面。目前，习近平的精力似乎全部放在与川普的较量上面，连重要的北戴河会议他也没有出席。台媒风传媒8月10号引述新华社的消息报道，8月1号到8号，中共邀请60名学者专家参与北戴河休假活动，习近平缺席了，而是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前往探望。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风传媒节目《下班和你聊》中表示，习近平现在受到相当大的挑战，一旦处理不好，恐怕会丢失权力。其实这类事情过去也曾发生过，许多关键的时刻习近平都没有出现，
这不算稀奇，看不出习近平丢掉权力的迹象。习近平一心打造海上强国，而近期中共海警船与中共军舰相撞的事故，很可能惊动了习近平，也可能给反习派削弱习近平权力找到了借口。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世认为，撞船事件发生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可能有政治影响。据沈明世分析，不排除可能有少数高阶将领想要通过碰撞事件制造冲突，来影响北戴河会议的进行，或者影响习近平对军队派系的掌握。沈明世说，中共军队近来受到了整肃，军心本来就不稳，加上这次事件，不排除现在海军内部或者南海战区的南海舰队的高层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当局封杀消息，胡锡进的文章也被删除，反映了北京当局害怕演变成政治事件的一种维稳操作。中共海警与海军自家船相撞，使习近平海上强国的口号成了国际的笑料。习近平想在与川普的会晤上挽回权力不稳的颓势。辉达 CEO 黄仁勋很可能成为被利用的一颗棋子。根据华尔街投资机构伯恩斯坦估计，辉达2025年预计销售150万枚 H20 晶圆给中国，约可创造230亿美元的营收。这230亿美元是黄仁勋眼中的一块肥肉，也是中共让黄仁勋乖乖听话的诱饵。中共近期关于辉达 H20 晶片不安全、不先进、也不环保的一番喊叫，可能就是想让黄仁勋继续当说客，说服川普拿出安全而先进的晶片来，是一枚向川普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说，中共在怎样和川普周旋上面花了不少心思，做了不少的功课。中共官媒13号的中国经济圆桌会把目光锁定在海洋经济上，而中共国企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合并，让中共海军巨兽成型，给中共挑战美国海军壮胆。不过，有一个人似乎闻到了危险的气息，这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中国媒体南风窗8月13号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将4个楼盘项目中的400套房源进行了一次超级大甩卖。据不完全统计，上车门槛最低的一套房子仅约40万元，相当于香港同面积首付1/3的价格，高端一点的总价在700万元到800万元之间。李嘉诚这次进行的中国资产大甩卖真是又急迫又坚决。有人说，李嘉诚的财富之旅像极了候鸟，总是向适合繁衍生息的地方迁徙。李嘉诚这次对大陆资产的迅速清空，很可能是他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正在降临。中共政局可能正在发生着巨变，这种巨变很可能源自习近平的地位不稳定。日本每日新潮13号报道，中国军事专家田中三郎认为，中共4中全会8月不能召开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共内部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与反对习近平的反习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渐激烈。田中认为，中国正苦于经济不景气，但习近平却公开宣称要进攻台湾，并对军方下令开始准备，导致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军事政策的意见加剧。反习派日益担忧，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入侵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事态演变成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将遭受重创，中共也将垮台。因此，反习派计划建构反习包围圈。有消息传，习近平将在4中全会中被要求下台，但田中认为，习近平至今仍保有相当的权力。这从中国5大战区中的核心战区中部战区司令王强仍是习近平提拔的人即可看出。习近平应该是盘算着，即便地方发生最糟糕的叛乱事件，但只要王强仍然统领着中部战区，就能平乱。田中判断，习近平短期内不会下台，焦点会集中在2027年的党大会上，到时他即将届满第3任任期。那时可能会有其他的状况出现。中国经济在关税战和激烈内卷的冲击下，
中国工厂已经削减了工作的时间，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路透社8月12号报道，蔡明的橱柜工厂计划削减约30%的工资成本，这样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自疫情以来，蔡明已经将员工的人数从200人减到了100人，并表示已经没有空间进一步裁员。为了节省人工，他缩短了工时，并要求工人放无薪假。现在，这个做法在中国越来越普遍，成为隐秘的通缩压力。蔡明说：“我们现在是在求生，几乎不赚钱。”中共官方数据并不统计就业不足，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正在恶化。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埃雷罗表示，统计数据不会显示中国工人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因为他们不会变成失业者，而是被迫放无薪假或减少工时。蔡明在澳大利亚的2个主要客户已经流失，被价格更低的中国同行抢走了，工厂产能只能开到一半。他说，所有退出美国市场的企业都跑到了澳大利亚，很多新供应商在敲我客户的门。在中国，临时工也很常见，中国有近3亿的农民工。在中国武汉负责招聘的代理人陈楚燕说，临时工的时薪已经从去年的16元降到了14元，但每天都有长队等着面试，而招工的工厂却正在减少。在广州大塘村的一些小型服装厂打零工的张安林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很难找到工作，工资价格降得很快。7月他只工作了14天，这让他很担心，因为他每年要筹1万元供儿子上幼儿园，孩子跟祖父母住在福建的老家。哈佛肯尼迪学院莫萨瓦尔拉赫玛尼商业与政治中心研究员理查德·亚罗说，如果制造业工资被压缩，那么更广泛的经济会面临通缩压力。中国经济环境越来越差，习近平也面临权力的挑战。精明的李嘉诚看风声不对，赶紧清空中国的资产，拿钱走人。中共官媒还在吹嘘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也以为捏住辉达、黄仁勋的软肋，就可以成为自己向川普施压的棋子。未来的川习会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